今天是2026年4月30日，昨晚美联储4月决议刚刚落锤，但真正让全球金融圈睡不着的不是利率本身，而是投票结果8:4。33年来，美联储从未出现过这么大的内部裂痕。上一次出现这种分歧是1992年10月，那时候你我可能还没出生。更炸裂的是，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，这是他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会议。5月15日他正式卸任，但他没有走，他选择留任美联储委员会成员。这个决定是1948年以来第一位美联储主席这么做，而接替他的是特朗普提名的凯文·欧什。这个名字一旦正式上任，可能会改写未来3年金银市场的整个剧本。为什么8:4这个数字这么重要？三位意见者到底在反对什么？鲍威尔留任的真实意图是什么？滞胀已经来了，黄金为什么反而跌了 16%？ 沃什时代，金银投资者要做哪些准备？这一期我们一次讲透。先说清楚一件事，为什么今天这场美联储会议对每一个持有黄金、白银或者正在考虑配置贵金属的人都不是普通的新闻？利率本身没有变，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.5% 到 3.75%， 这已经是连续第3次按兵不动。市场也没什么意外，会议前 CME 的 FedWatch 数据显示，维持不变的概率高达 99.5%， 换句话说，结果是已知的。但会议透露的政策信号是未知的。美联储的声明里写着2句话，我念给你听。第一句，通胀仍然偏高，部分原因是近期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。第二句，中东局势的发展正在为经济前景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。翻译成大白话，就是美联储自己承认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高通胀加上低增长的组合。这个组合有个专有名词叫滞胀。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模型显示，美国第一季度 GDP 的追踪数据已经从2月底的 3.1% 一路下滑到 1.24%， CPI 还停在 3.3%。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影响着全球大约 20% 的石油运输，原油已经冲到每桶大约106美元。这就是今天美联储面对的牌局。利率不能降，因为通胀压不住；利率不能加，因为经济在塌方。8:4的投票就是在这个牌局上撕开的第一道裂缝。我们先从这道裂缝讲起。这次会议最反常的一幕不是鲍威尔说了什么，而是4个人举手反对。1992年10月以来33年了，美联储 FOMC 的投票从来没有这么分裂过。注意，是从来没有。这意味着过去3轮加息周期，2008年金融危机，2020年疫情大放水，全部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一次的内部分歧大。但更有意思的是反对的内容。4票意见里，其中3个人，他们反对的不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个决定本身，他们反对的是声明里保留的一句话：宽松偏向。简单说，鲍威尔的声明里暗示了未来可能降息，但这3位委员的态度是把这句话删掉，连未来可能降息这个暗示都不要留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等于在说未来不仅不该降息，甚至如果通胀继续顽固，可能要考虑加息。这是一个非常硬的鹰派信号。你需要知道的是，市场目前的定价已经被这个信号重新调整了。CME FID Watch 和摩根大通的最新研究都显示，市场正在为2027年之前不会有任何利率变化做准备。注意，是2027年之前整整2年。这意味着原本华尔街期待的年内降息几乎被这次会议一次性抹掉了。你可以做的是把年内降息这个假设从你的资产配置逻辑里暂时拿掉。我说的不是判断方向，而是不要把降息救市当成一个默认会发生的事。如果你的黄金、白银仓位是基于美联储今年要降息，所以贵金属要涨这个逻辑建立的，那现在你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前提。这里给你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工具， CME 集团官网的 FedWatch Tool， 地址是 cmegroup.com， 免费实时，每一次 FOMC 会议前后，这个工具会更新市场对每一次会议的降息或加息概率定价。它不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但它告诉你市场现在认为会发生什么。
这是普通投资者能拿到的最干净的预期数据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鹰派阵营开始抬头，鲍威尔却选择在这个节点离开美联储主席的位置，他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？各位，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有用，麻烦给视频点个赞，订阅一下好投资。今晚这场美联储会议的影响至少会持续未来6个月，我们会持续追踪沃什上任之后的每一个政策动作。点赞和订阅是我把这件事讲下去的最大动力。鲍威尔做了一个非常意外的决定，按照惯例，美联储主席任期结束后基本都会离开美联储，要么进学术圈，要么去华尔街。1948年以来，整整78年，没有任何一位卸任的美联储主席选择继续留在委员会做一名普通的 governor。 鲍威尔是78年来的第一个。他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，我直接把英文原文念给你。 Trump's legal attacks have left me no choice。 中文意思是特朗普对我的法律攻击让我别无选择。这句话信息量非常大。过去1年，特朗普多次公开施压鲍威尔，甚至一度威胁要提前解雇美联储主席。鲍威尔选择卸任主席之后留任委员，本质上是用自己的在场去守住美联储独立性的最后一道围墙。他不再是船长，但他还在船上。你需要知道的是，留任委员意味着鲍威尔在未来每一次 FOMC 投票里依然有一票。沃什作为新主席，要推动任何重大政策转向都绕不开鲍威尔这一票。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 Seth Carpenter 在最新报告里写得很直接，沃什接任在近期不会实质性改变美联储的反应函数。翻译过来就是短期之内沃什不会大幅偏离鲍威尔时代的政策路径。这不是因为沃什不想改，而是因为他改不动。你可以做的是区分短期信号和长期信号。短期，沃什会被鲍威尔的留任和8位主流委员的票数所牵制，政策不会立刻翻天。但长期，沃什的鹰派底色会逐步显现。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时间窗口，对应的资产配置思路也不同。这里再给你一个观察工具，美联储官网 federalreserve.gov 每一次 FOMC 会议结束后大约3周会发布完整的会议纪要。会议纪要里会写出每一位委员的具体发言倾向，比声明本身详细10倍。这是普通人能看到的最一手的信号源，免费的，不需要任何订阅。但这里有一个更扎心的事实，你必须知道。1980年沃尔克时代，美联储为了压通胀，把利率一路加到 19%。 今天我们在 3.75% 的位置，已经按不住 3.3% 的通胀了。这个对比说明什么？说明美联储的工具箱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要小得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鲍威尔守住了独立性的围墙，但守不住通胀的现实。在这个滞胀的牌局里，黄金为什么反而从5590美元跌到了今天的4569美元？2026年1月，黄金创下历史高点5590美元每盎司。今天2026年4月29日，黄金现货价格大约在4543到4569美元之间，较前一交易日下跌大约 2%， 创出最近1个月新低。从1月高点到今天，黄金累计回撤大约 16%。 白银的画面更刺眼，4月29日白银现货报价大约 72.30 美元每盎司，单日下跌 1.02%。 但真正震撼的是，从特朗普1月30日宣布提名沃什的那一天起，白银从高点累计暴跌大约 39%。 注意，这个 39% 是1980年以来最猛的一次系统性下跌之一。很多号友会问，滞胀不是黄金的好朋友吗？为什么黄金反而跌？答案在3个数字里。第一个数字，2026年3月，北美黄金 ETF 净流出130亿美元，这是有记录以来单月最大的净流出，资金正在从黄金 ETF 里撤出来。第二个数字，全球黄金 ETF 的日流动性已经达到150亿美元，是2025年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。COMEX 黄金日均成交量上升 10%， 达到每日2380亿美元。流动性翻倍意味着任何一个消息都会被市场更剧烈的放大。第三个数字，市场定价
2027年前不降息。当真实利率预期被向上重定价，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上升，这是黄金短期承压的核心原因。彼得 O.A. 西夫在最新一期节目里说了2句话 Stagflation here and the Fed is clueless 滞胀已经来了，美联储毫无头绪。还有一句 The Fed just admitted it's powerless 美联储刚刚承认自己无能为力。细夫认为当前的抛售是另一个买入机会，这是细夫的个人观点，不代表好投资任何立场，我只是把他的原话转述给你听。你需要知道的是，黄金这一轮的下跌不是基本面的崩塌，而是流动性冲击和预期重定价的结果。战争支出在持续，通胀在持续，美元长期走弱的逻辑没有变，但短期资金流向 ETF 赎回 CME 成交量放大，会让价格的波动比基本面更剧烈。你可以做的是把基本面和流动性面分开看，基本面决定方向，流动性面决定速度和振幅，这2件事经常是分开的，甚至是相反的。理解这一点，你看价格波动的时候就不会被情绪牵着走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把整件事收一下。第一，8:4投票是33年来美联储最深的内部裂缝，鹰派开始抬头，年内降息的预期被市场抹掉。第二，鲍威尔留任委员是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，他用在场守住了独立性，迫使短期内难以大幅转向。第三，滞胀环境对黄金长期是支撑，但短期流动性冲击和 ETF 净流出让金银价格出现了剧烈回撤。行动清单3件具体可执行的事。第一，今晚回家打开 CME 集团官网的 Fed Watch Tool， 看一眼市场对未来6次 FOMC 会议的最新概率定价，把这组数据当成你接下来3个月观察美联储的基准锚。第二，5月15日沃什正式上任那一天，去美联储官网下载他过去10年的所有公开演讲，特别是2008到2011年他作为理事时期的讲话。一个人的政策立场最准的来源永远是他自己说过的话。第三，建立你自己的信号清单，把月度 CPI、亚特兰大联储 GDP Now、北美黄金 ETF、资金流向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态这4个指标做成一张表格，每个月更新一次，这比每天看价格波动有用100倍。最后再强调一次，以上所有内容都不是任何形式的买卖建议，我只是把信息、数据和我对市场结构的观察分享给你，最终的判断和决策永远是你自己的。如果今天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麻烦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沃什5月15日正式上任，那一天我会做一期专题，拆解他的鹰派底色到底有多硬。不想错过的好友记得订阅。我也很想听听你的想法，你觉得鲍威尔留任是真的为了守住独立性，还是另有打算？沃什时代会比鲍威尔时代更鹰还是更鸽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一条一条看，挑有价值的问题在下一期视频里专门回答。本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参考与教育用途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、财务建议或买卖推荐。投资有风险，决策需谨慎，请根据自身情况咨询专业持牌顾问。